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3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Lucy 终于把 MSTR 给蹲到了，跟了整整1周啊，真的太不容易了。从深套80%硬扛着没走，一路拿到翻2倍的收益，这坚持简直是太值了。还有苹果这波也买在起飞前，财生群小伙伴们的期权直接翻倍到手。今天 Lucy 就带大家复盘一下这周我们是怎么精准抓住这波期权行情的。走，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我们今天呢依然是从2个方面呢来去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走势。那纳指呢果然又出反包的一个阳 K， 那我们说呢它是第4次出现了，当天跌破之后第2天呢就出现了一个反包，那么不破我们的一个支撑位置呢就是一个低吸的机会。那第2个方面呢就是去聊一下热门股票，那我们本期呢会讲一下特斯拉、MSTR 还有 PLTR、 苹果，还有咱们粉丝朋友们想要去分析的一个 APP 还有 TEM。Lucy 这边呢没有分析到的股票呢，如果说你还想要知道哪些股票呢，欢迎在评论区把代码刷起来。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呢，昨天啊真正的出现了一根反包阳，而且这个阳线呢其实是一个光头光脚的一个真阳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纳指它现在呢，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高点，是20418。那么我们昨天说这一条白线的一个支撑位呢，就是20090.55这个位置呢，就确认支撑有效。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要把它的一个这个防守位置呢要向上移。那么上移到哪个位置呢？我们先把点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20181.74这个位置。那它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样，昨天的一根阳 K 的开盘价。也就是说这根黄 K 的一个开盘价呢，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防守的位置。那么只要不跌破这一个点位的话，那它还可能会继续创新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它昨天的一个走势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反包阳线，也就预示着纳指其实呢还会进一步的一个上行，出现新高。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在这个盘前广播里面有给大家提到，鲍威尔鹰派发言之后呢，导致回调。那川宝回以关税不延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出现新高之后呢，昨天跌破了一个黄 K 的一个低点。那我们说这个就是创新高之后的一个魔咒。如果说按照我的一个预判的方法呢，是执行减仓的一个操作。当然我们之前呢是一直是5成仓位的话，如果减的话，减到2到3成是正常的。那指数也是回踩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置，我们刚刚讲到的20900这个位置，但是没有破。所以说今天关注的是否能站稳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以阳线反包，我们昨天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这个阳线反包昨天的 K 线为标准。那结果呢，它就走出了一根阳线，那技术上出现这样的阳 K 呢，才能确认这一支撑是有效的。所以说详细分析呢，我也在我们的一个内部的财生的美股洞察课里面有给大家去讲解。所以现在呢，纳指的一个这个健康的走势呢，我们就看到了它现在还不满足于这个点位是在这个20418这个位置，也许后续的一个行情的话还会出现一个新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MACD 呢现在有一些这个良好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出现了绿色的柱子呢，它会一直出现。那么它后续的一个这个位置呢，如果说它不再变大，那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小阳柱的话，那也会助推这个纳指它的一个指数呢会进一步的一个上涨，创出更高的一个新高。所以前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呢，其实这个红柱也没有变大。所以后续如果说绿柱跟这个红柱是对称的话，那我想啊，纳指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行的话，它可能还会延续着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去上行。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是并不担心的。在这个过程中啊，如果出现哪一些这个股票有机会的话，那 Lucy 也一定会在盘前广播里面去给大家写到。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特斯拉的话，它在一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附近呢是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一个信号，并且在昨天呢是出现了强势的一个跳空反弹的一个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Lucy 呢在盘前广播里面有如何给大家写到，
就是关于特斯拉呢，我是一直在跟踪的。那我有讲说，昨天参考的一个支撑位置缺口呢是310元这个地方被跳空回补，它现在呢就是形成了这个下跌的一个缺口。那技术方面呢，就是说它这个跌破了三角形的一个下边界，那短期的一个小伙伴呢是肯定要先减仓的。但是因为这个法案的一个影响呢是属于黑天鹅事件，那么日线是出现了蓝色的机构低吸，同时呢出现了30分钟和60分钟的一个抄底套餐的指标。我们在昨天那个视频呢也有给大家去提示到，所以说筹码峰和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属于强支撑。那么短线的今日关注就是60分钟的一个聚宝盆是否形成，那短期就会有反弹的一个可能。而且呢，它这个聚宝盆的一个形成呢，其实是在盘前，但是盘中的时候是给了我们上车的一个机会的。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机构成本线和筹码峰它的一个共振是在这里，我们昨天在视频里边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有资金的一个流入，而且呢是配合着我们的一个这个蓝色的 K 线，就是我们的机构低吸的一个信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机构呢它回踩了自己的一个成本线，包括呢我们也看到有资金进来，所以说它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共振的一个指标。所以说我们的财生朋友啊，他会在295、300块就去低吸特斯拉，它是有原因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财生朋友呢是跟机构形成了一个这个同频的一个动作，就是机构在买，我们财生也在买，所以在这个过程呢，他就赚到了这一部分的一个跳空。那么昨天其实呢，在开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下影线，它这个下影线呢，其实开盘之后呢，它是有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之后呢，又拉升起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如果说你前一天没有参与到的话，那你看了 Lucy 的视频，你也会知道特斯拉它有一个反弹的动作。那么你在它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去低吸。我们来看一下它反弹的动作是如何形成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特斯拉的一个3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那我们昨天呢是看到白色的 K 线，并且看到这样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图形出现，所以说它已经构成了我们的抄底套餐的一个第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60分钟，它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配合。但当时呢，它开盘之后这根 K 线它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震荡，但是它回踩的一个位置呢，并没有跌破这样的一个白 K 的位置。所以说，其实特斯拉在昨天的一个这个开盘之后的1个小时呢，是有上车的机会，而且时间非常的充足。我在昨天的一个视频里面有跟大家提到啊，这个是昨天的视频，也是展示了特斯拉它的一个抄底套餐，有文字表述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的一个信号，其实就已经在暗示大家这个地方就已经出现了它的一个买点。所以说我们来对比来看，这是60分钟的前一天的一个视频，这是我们昨天已经走出来的，是否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低吸，这是特斯拉给到我们的一个机会。如果说你有我们的龙头引力和抄底套餐的信号的话，那这个特斯拉的反弹你就不会错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去看一下第二只股票呢，就是 MSTR 的一个走势。那近期呢 Lucy 有跟踪 MSTR 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这一天开始的。我们一直以一根防守线来去做它的一个进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价格呢就是393这个位置，它之前呢是有一根阴线，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假突破和假跌破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是用什么方法来去防守呢？今天给大家拆解一下。我早在之前的一个视频呢，有跟大家说过，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我们在推荐的时候呢，是用到了我的一个3金共振战法，它的一个第一金就是这一个均线的一个金叉，所以为什么在384的时候有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去推荐，就是在这一个位置。那么当时也讲了这个战法的一个理由。但是它在前一天我们的一个周二的时候呢，它在尾盘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跌，但是均线并没有出现死叉，所以这一个下跌呢，让我去看了一下它的一个防守的位置。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盘前是如何跟大家去讲的。那么 MSTR 的话，7月2号呢，我有讲说日线盘中的跌破支撑393，那属于重要位置在3天内被跌破假突破，所以重新去回到了一个震荡区间。那么这家公司是与比特币走势高度相关的。那比特币走势的话，是在60日线附近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如果说进一步箱体突破上沿的话，其实 MSTR 也会出现反弹。所以说我昨天去特意看了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走势，那比特币的话有可能会在箱体上沿会出现突破，所以说参考突破价格依然是393。那股价在箱体震荡很剧烈，那我们的设置的一个止损呢，我也非常明确，就是在缺口处的一个370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其实开盘的时候呢，它已经在高开这个383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它想要跌破370的话，其实呢距离会很远。那我的一个依据就是比特币相关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稳稳的拿住了 MSTR 的一个 call option。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最终的一个结果呢是翻了2倍 MSTR 的一个 call option。那这个呢就是对 MSTR 的一个这个走势的一个分析。那后续呢，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呢现在是在一个箱体的一个上沿，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如果说它进一步的一个上行的一个价格的话，会突破箱体的上沿，那么同样的 MSTR 的话会在这个高点之后呢再去向上形成一个这个有质量的一个上行，那么它前方的一个压力位呢就会来到430块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呢就是在下一步的一个上行的过程中，股价是否沿着5日均线上行，并且呢出现在430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压力位会如何去演绎，这个就是 MSTR 的一个分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它的一个这个 MACD 的话，现在是在0轴的一个附近呢出现了一个金叉，也就是说在这个推荐战法的时候呢，其实第二金也形成了。在这个过程 MACD 它现在呢是在0轴的一个上方，属于在强势区域，所以它的一个上涨的话，股价上涨的同时呢 MACD 的话一个绿柱的一个放大也会助推它的一个上行，这个就是 MSTR 后面的一个分析。那咱们订阅粉丝们注意了啊 ，Lucy 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的解读呢，就是你的一个黄金追踪器。那么想跟紧我每日盘前的一个广播的最新动态呢，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那订阅通道的话就在下方的一个置顶链接里面。那咱们的订阅粉丝呢会拿到7天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一个体验。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呢，你听好了，想跟上 Lucy 的直播分析实战交易方法，那你第一步要先点一个订阅啊。那作为见面礼呢 ，Lucy 会给我们的新朋友立刻解锁整整1周的财生会员的一个体验课程资格。每周的话，我的直播是有3节呢，它的一个时间呢是在香港时间的下午5点钟，美股的一个开盘前。那么时间是在周2和周4还有周5啊，一共是3节。那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加上财生们发现的一些个股的机会呢，我都会在这样的一个直播里面去讲解。Lucy 看到了一些这个有机会的股票呢，也会适当的去提示一些期权的一个操作方法和机会。那我们看到呢，昨天其实呢，我们大家有去发现 TEM 这只股票。那我在昨天盘前的一个财生课程里面有给大家去分析 TEM。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夜盘还有盘前的话，它现在是一个上涨的一个动作。那本周呢 Lucy 团队的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赚钱效应极强的一些选股方法的课程。那如果说想要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的朋友，那你要抓紧到下方置顶链接里面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给他发送一个口令2个字，赚钱2个字发给他，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的频道和听取课程的一个链接呢会给到你。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福利大礼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去分析一下苹果公司。那苹果公司呢，连续3天的一个上涨呢，其实它已经到达了 Lucy 之前预测的一个位置，是213元。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是有提到苹果公司7月2号，苹果公司它是沿着日线5日均线的一个上涨，那股价一度触及210元。MACD 快有上穿0轴的一个过程呢，进入到了强势区间，助力股价进一步上涨。所以波段上还是先看上方箱体上沿213处压力位能否迅速突破站稳。所以其实短短的几句话呢，已经把苹果公司的一个走势呢已经写出来了。我是在这一天尾盘的时候发现它的异动，在这一天的一个盘前呢去给大家写到，所以说可参与的价格呢应该是在250这个位置。
那我们的一个这个财生朋友呢，其实是比较敏感的，他看到了我写的这样的一个苹果的一个操作方法。那么我也最近一直建议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在现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会去用 option 来去给大家去这个做一些这个上涨的一个增厚收益。连续2天的一个205到213的一个区间，我们的财生朋友是拿到了一个翻倍的收益。那么昨天呢，也是在盘中的时候感谢了一下 Lucy， 苹果快让我的期权翻倍了啊，非常感谢啊！这位财生的话，他是6月初加入的，然后1个月就学会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期权的一个翻倍。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苹果公司的话，它下一步的一个走势，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现在呢，在一个缺口处，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缺口呢，我想这一次的话，它应该是会被回补掉的。所以说苹果公司它的一个这个股价呢，应该还没有涨完。它在之前的一个2个月的一个震荡的过程中，那我想连续3天的一个上涨呢，并不能代表这个机构它的一个这个动作拉升动作结束。所以说213这个位置，如果说能直接过掉的话，那其实170日均线这个地方呢，还算是它的第2个压力位，这个位置是压力位。所以说我们可以先把它的一个这个目标价位呢，再上移到170日均线这个位置，也就是大概220元。所以呢，这一个缺口的话，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股价到底是如何去运行的。那我们的一个买入方法呢，苹果公司应该是沿着5日均线的一个位置去低吸。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 MACD 的话，它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在突破0轴的一个动作。那快线和慢线还有绿色的柱体呢，都是很健康的一个运行。所以说苹果公司这一轮的话，有可能会助推纳指的一个继续上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龙头引力呢，在此一轮过程中的话，它在加速区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是缓慢上行的。那么在近期呢，它还没有出现一些这个超买的一个动作，或者是散财童子。所以现在呢，是苹果公司是极为难得的一个这个参与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一定要把握住。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有粉丝朋友呢，希望 Lucy 呢来分析一下 PLTR 的走势。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PLTR 呢，其实在这一轮的过程中呢，我们是这一天去做了一个 put option， 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在这个过程呢，其实 Lucy 会看到 PLTR 它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动作，而且我也在我们的一个财生课程里，昨天有给大家讲了，这一根阴线的话，其实是一个判断它这个下跌的一个这个非常标准的一根 K 线，叫断头铡刀。它的一个这个使用方法呢，我也在我们的一个内部课程里去分享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它的一个出现呢，其实呢只是第一个出现的一个看空的一个信号。那么第2个信号呢，当然离不开我们的龙头引力的散财童子。那么这个散财童子它出现的一个位置的话，会非常明确，就是在它下跌的一个这个均线死叉的一个过程中，它的一个大资金流出。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PLTR 它的之前的走势呢，其实是走出了一个 MACD 的一个顶背离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个过程其实 PLTR 的话呢，出现这种大阴线呢，基本上是一个可以预判到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从筹码上也能来看到，其实呢上方筹码现在呢其实是一个被套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是145、140、135买的话，现在呢还算是一个浮亏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个位置的筹码呢会占比比较多。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根大阴线的一个下方呢，出现了机构的一个低吸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近期呢 Lucy 推荐的put option 呢，其实是做了一个日内的一个交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Lucy 呢在7月1号提示的 put 的一个机会，看起来是有的。然后呢，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回答好，结果他在晚上的一个交易过程中呢，就是日内做到了一个这个翻倍翻了1倍半的一个这个收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也是逐渐去分析 PLTR 它的走势。那么它在日线上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机构低吸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Lucy 是比较谨慎的如果说它要进一步跌破130这样的一个防守位的话，出现下跌，那么我想它的一个这个回调的一个动作呢，就还没有结束，还会进一步的一个下跌。那如果说它没有跌破130这个价位的话，出现一个阳线的一个反包反弹的话，那目前为止它可能震荡的区间还是在130到145之间。
那这一根阴线的话，它的一个参考意义就比较重了。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要看准了130的一个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如果说对 PLTR 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用一个 long straddle 的一个策略，就是在130日附近呢去做一个 long straddle 的一个策略，去双买。所以这个呢就是 Lucy 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PLTR 的一个分析。那如果说你想买正股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太合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粉丝朋友们想要去了解的 APP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 APP 的话呢，之前呢 Lucy 在盘前广播里是有给大家去分析过的，但是当时呢我们是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一个这个抄底套餐呢，我们当时提到的是它是3到5天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提示的位置呢，其实它的9号 K 线呢是这一天。也就是说3到5天的话是1、2、3、4、5天，是黄色框框里边这5天。但是呢，其实它第6天呢是出现了一个这个高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呢反弹的一个位置是170日线和55日均线共振的一个位置，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 K 线，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动力，但是呢它反弹的高度就不高。这个之前我也跟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去讲过，说在这个位置去反弹，但是不要期待它太高。那么它反弹的一个位置去到哪里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前一轮的一个回调过程中，这里面是用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 TD9。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可以看到它反弹的位置就是在第5天的一个最低点，它是360.7块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基本上是减仓在这样的一个最高点。那它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波段呢，就是从320到360这个区间，那大概也有10%几的一个收益。那么这个是对这个 APP 的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它在30分钟当时呢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聚宝盆，那我们提示的时候那就是白 K 在这里。那我刚刚说我们买入的一个点大概就是325这个地方，那如果说高点去减仓的话，那在这个位置其实是30分钟已经实打实跌破了黄线，其实它出的一个点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360，所以我们可以算一下325到360它的一个收益是多少，大概有10%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呢就是 APP 它的用到龙头引力和我们的机构全景图所用到的一个进出的一个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TEM 的一个这个分析，也是咱们粉丝朋友要求的。那么 TEM 呢，其实在昨天的一个这个内部的财生的一个课程里面呢，我们是有给分析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看到日线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一个动作，那连续2天的一个机构低吸是在55日均线的一个附近，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筹码呢是在60块的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白色的一个这个筹码峰。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可能会联想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反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位置呢，其实 MACD 呢是在0轴的一个附近。如果说它能像这一轮的话，在0轴附近之后呢，再反弹起来的话，实际上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的。那我们要进一步去看它的一个这个动作会否形成。那我们看到 TEM 为什么进入到我们的财生的一个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呢？是因为它现在满足了它的一个抄底套餐的条件1。那至于说2还是3能不能满足，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它的短周期。那这2张图表呢，就是它的一个30分钟的一个走势和60分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在昨天的直播里呢，有讲到30分和60分基本上都已经出现了它的一个聚宝盆。而且呢，白色的 K 线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这个9转的一个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而且呢在盘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说我们的财生朋友发现它是满足了抄底套餐之条件2和抄底套餐之条件3，那它是满足条件的。所以说 TEM 我们的一个这个财生朋友其实呢它的 call option 已经埋伏进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对 TEM 的一个分析。所以说咱们粉丝朋友呢想要分析这样的一个股票的话，那现在就比较直观的看到了。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